住在100只母鸡的房间和住在10万只苍蝇的房间，哪个让人更难受？他们要挑战在5种特殊的房子里生存24个小时，谁能坚持到最后就能赢得1万美金。第一个房间是100只母鸡的领地，难闻的气味加上鸡毛满天飞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一脸轻松地躺在床上，这里有食物有水，他还担心什么呢？只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节目组首先放进来5只母鸡，让他熟悉一下环境，它们看起来很温顺，应该不会叨人吧。乔治用面包屑把它们吸引到角落里，保持一段距离心里会放松一些。但是你害怕鸡，鸡可不怕你，非要飞上桌子恶心它。这时主持人又放进来20只母鸡，狭小的空间突然变得拥挤了，地面也不再干净，但是床上是他重要的领地，一定要保护好。乔治把床单卷起来放好，很担心会被母鸡拉上痕迹。他喜欢在床上睡觉，母鸡好像也很喜欢。2个物种一直在争夺领地，节目组继续投放母鸡，这次投放了25只，这才1半的数量。那味道已经上头了，很难想象100只到齐会是什么场面。不管地面有多少粑粑，他只想床上能保持干净。但是执着的小鸡非要上来凑热闹，不管他怎么赶，总有小鸡跑上来。乔治变得很焦躁，刺鼻的味道加上小鸡的挑衅，这个挑战也太难了。他准备吃点东西压压惊。这时节目组再次投放母鸡，把剩下的50只全部扔进去，100只母鸡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，而乔治只想保护好唯一的净土，再趁机吃点东西，才有力气坚持到最后。这时头顶出现2根管子，节目组让他接住掉下来的鸡蛋，只要接住5颗就能得到1部游戏机。这个挑战好像并不难，只要掌握好投放的规律，就能接住掉下来的鸡蛋。乔治很快就完成了任务，提供的游戏机却被锁在了笼子里，密码就藏在3只鸡的脚上，他只能一个一个的去翻鸡爪。还好母鸡们很配合，很快就找到了3个数字，打开了笼子，拿到了游戏机。我管你是鸡圈还是猪圈，有了游戏机，他就可以置身事外。很快过去了3个小时，节目组送来了肯德基，在鸡圈里吃烤鸡，总感觉怪怪的，只是这味道太香了。乔治吃得不亦乐乎，吃饱喝足以后，他学着鸡的样子鸣叫，完全不去理会满地的狗，仿佛这样可以麻痹自己，骗得了母鸡骗不了自己。100只鸡的温度充斥着整个房间，他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很想离开这里。节目组提供了一瓶空气清新剂，有了些许的香气，他又恢复了信心。虽然不能掩盖浓烈的鸡粪味，但可以改变一下周围的空气。再玩一会游戏机，已经坚持了10个小时，乔治感觉味道越来越大，自己好像中毒了。就连节目组也没想到会有这么臭，于是他们把木门换成了铁丝门，希望可以进入一些新鲜空气。节目组告诉他，每只鸡的脚上都有名字，只要找到3只同名的母鸡，就会得到一个呼吸器。这样的环境真的难以下手。乔治屏住呼吸开始寻找，还好他运气不错，很快找到了3只同名的小鸡，带上呼吸器，他感觉好多了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睡一觉，希望可以过得快一点。漆黑的夜晚，母鸡变得很胆小，听到一点声音就会到处扑腾，睡也睡不好，身上还臭烘烘的。节目组又放进来1只大公鸡，这让乔治更加难受，他很担心公鸡会攻击他，而节目组却让他变成另一只大公鸡，成为同类就不会咬你了。希望节目组不会骗人。只剩下最后1个小时了，乔治彻底摆烂了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面对鸡疯吧。他和母鸡和平共处，谁也不搭理谁。时间开始倒计时，这艰难的24小时终于结束了。乔治挑战成功了，这仿佛是一场噩梦，他希望赶紧忘掉这次挑战，但是节目组却做了一张照片让他永远记得。第2个房间里竟然养了10万只苍蝇，密密麻麻的飞虫嗡嗡作响，不但恶心还让人抓狂。他能坚持多久呢？阿伟看到房间里有电视、厨房，或许这个挑战不难，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节目组开始释放苍蝇，10万只苍蝇像无头苍蝇一起飞出，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。阿伟害怕的捂住嘴巴，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飞进嘴巴里，他可能会当场去世。而主持人告诉他必须脱掉外套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没有了外套，阿伟好像失去了防御。这种苍蝇个头很大，虽然不咬人，但是撞来撞去就像飞机划过一样，身上痒得难受。幸好他没有洁癖强迫症，不然1秒都待不下去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他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和苍蝇和平共处。阿伟发现容器里有1只青蛙，他恳求青蛙能吃掉这些苍蝇，但是青蛙也吓懵了。这种场面该如何开口？算了，撑死你也吃不完。阿伟试着麻痹自己，把苍蝇当空气，不去想它就没那么烦人了。他打开电视准备玩一会游戏，坐着一动不动，苍蝇很快就会把他包围，只有不停的移动，身上才会不被粘住。1个小时后，苍蝇可能飞累了，空气中少了很多，但是阿伟稍一移动，又开始了漫天的黑影。这时节目组放进来1只乌鸡，阿伟想到是铁锅炖还是让它消灭苍蝇，还是吃掉一些苍蝇比较实用。接着又放进来2只鸡，这么多的苍蝇，100只鸡也吃不完啊。3个小时后，
阿伟突然肚子饿了，他打算做点饭吃。电锅很热，苍蝇不敢靠近。做饭的过程很顺利，只是做好之后，苍蝇忽然就有了兴趣。阿伟只能一边赶紧吃，一边驱赶它们。可能吃得慢一点就被苍蝇抢走了。他想坐下来看会书打发时间，但是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让人头脑发胀。可恶的苍蝇随时落在身体上，根本看不下去。阿伟在房间里跑来跑去，睡也睡不着，坐也坐不住。这时节目组送来一些水果，吃点东西心情也会变好。正在享受美食时，却有人拿着鼓风机进来。他们担心苍蝇不够活跃，为了让阿伟更加难受，鼓风机吵醒了每一只苍蝇。节目组还真是贴心，不如你留下来一起。小助手吓得赶紧关上了门。7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拿进来一台电风扇，他让阿伟脱掉上衣，只要坚持5分钟就能赢到一个奖品。电风扇开启，10万只苍蝇就像飞机一样异常活跃，撞击在脸上身上，又痒又疼。阿伟咬牙坚持了5分钟，他的奖励是一个特殊的箱子，只要把头伸进去，就能安心吃顿饭了。这时小助手扔进来一颗响炮，不但没有影响他，反而吃得更香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着度过。阿伟明显是累了，不管苍蝇的死活，他竟然睡着了，一直睡到第2天早上。主持人告诉他可以离开房间了。阿伟激动地离开房间，这么恶心的挑战他竟然成功了，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勇气。第3个房间是胶水房子，地板上是黏糊糊的胶水，冰箱里的食物也可以拉丝，就连天花板都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被涂满了胶水。这么魔性的房子，小伙能挑战成功吗？猴子看着陌生的房间，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胶水，不但很黏，脚下还很滑，他只能一直移动保持平衡，这要是摔倒了，一身的猴毛可就保不住了。1个小时后，猴子打开冰箱找点吃的，里面的食物也被涂上了胶水。好不容易拿出来一瓶油，再拿出一瓶可乐，手套就被粘坏了，这也太黏了，想喝可乐是不可能了。猴子准备做点饭吃，意外找到了备用的手套，他把食用油打开，只要涂在手上面，就能隔离开胶水，双手果然舒服多了。他找到一颗鸡蛋，把它粘在天花板上，下面再放一个平底锅，不用双手也可以开鸡蛋了。虽然看着好玩，但这肯定不能吃，就连桌子上的水果也被洒满了胶水。节目组告诉他，只要玩一次平衡板就能拿到食物，平常很容易完成的动作，在这里竟然这么难做。猴子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站上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先把2只脚放上去，再慢慢站起来，果然成功了。猴子得到了美味的食物，手上沾满了胶水，还是直接上嘴巴。厕所里面也有胶水，只是这纸巾应该怎么用呢？吃饱喝足以后，猴子准备看会书，贴在墙上正好解放了双手，就连灌篮的时候都不用担心球会找不到。这么黏的墙壁能不能粘住人呢？猴子自娱自乐玩得很开心，他把能扔的东西都粘在了墙上，竟然莫名的很解压。再来一个俯卧撑，把他累得不行，衣服差点没粘掉，实在太累了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在沙发上，但是躺下容易起来难，算了，还是躺着吧。很快1天的时间结束了，这么难的挑战，猴子竟然成功了。封闭的大门打开，猴子激动地哭了，估计他再也不想看到胶水了。第4个房间是在废弃的地窖里，这次他要挑战在里面生存7天。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周围的泥土很潮湿，里面不但有床、沙发，还有放东西的架子，就连厕所也挖好了2个洞。只要过完1天就划掉一个数字，请记住现在干净帅气的模样，等出去的时候或许连他亲妈都认不出来。小明找到一个好朋友，在孤独寂寞的夜晚可以相互作伴，再把房间稍微装饰一下，自己喜欢才会住得舒服。地窖的中间挖一个储水池，如果遇到下雨天就能喝到水了。忙活了几个小时，小明突然肚子饿了，但是没有吃的，他只能靠睡觉麻痹自己。小床的尺寸很小，这一夜注定睡得不踏实。第1天在新奇和饥饿中结束，醒来的小明还是很想吃东西。这时节目组送下来一部对讲机，里面的声音告诉他，饿了可以吃土啊，反正下面多的是。这导演也太狠了，当真一点食物也不给。小明看着满墙的黄土，在干净的地方挖下一大勺，他很抗拒，但是饿肚子一样很难受，刚放进嘴巴里就被未知的味道恶心到了。这一次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，嚼了2口还是难以下咽，吃土的感觉太难受了。小明的决心让导演很感动，送下来一盒罐头，还好找到一节断掉的勺柄，也只能用这个开罐头了。试了半天竟然没打开，再用木板砸几下，小明忍不住吸了一口汤汁，久违的味道让他很幸福。这次他终于吃到了食物，希望这盒罐头能让他吃饱。吃完之后精神也好了很多，而且又找到一个好朋友。他突发奇想为虫子兄弟做了一个迷宫，谁先找到出口就把他送到地面去。小虫子沿着路线很快到达了终点，另一只虫子却做了逃兵。小明信守承诺，把它粘在棍子上，直接扔了出去。小虫子获得了自由，而他还要继续待在下面。长时间的缺水让他现在特别口渴，很希望节目组能送来一杯水。
这时从上面掉下来一个铁桶，让他装满泥土来交换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想要多少都有。而节目组却不按套路出牌。我是想喝水，不是要洗澡。这么冷的天，你想冻死我呀？导演很心虚，还是送下来一杯水。小明舍不得喝完，存起来一半。只是这睡觉的小床更难受了，湿漉漉的，到了晚上会更冷。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第3天，昨天留下的水杯也被弄脏，喝了一口满嘴的泥土味。外面不断响起刺耳的噪音，小明让他们不要闹了，然后把对讲机扔到了一边。这时墙壁上流下来很多污水，原来是下雨了。小明缩在角落里躲避雨水，小雨变成了大雨，地窖的墙壁全部打湿，泥块时不时的往下掉落，差一点就砸到了小明。他只好站在了中间，又饿又冷，再加上这么恶劣的环境，正常人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不知道小明还能坚持多久。随后更多的泥土脱落，眼看地窖就要坍塌，小明赶紧通知节目组放弃了挑战，这是拿命在冒险啊！小明扯着绳子逃离了地窖，他坚持了3天已是极限，7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很遗憾，小明挑战失败了。第5个房间是冰块房子，只要能坚持24个小时就能赢到奖金。整座房子全部由冰块制成，就连里面的家具甚至马桶都是冰块做的，不管待在哪里都会让你浑身颤抖。小助手们合力关上了500斤的大门，比赛也正式开始。而乔治更狠，用圣诞树堵住了唯一的出口。老王彻底看不到外面了，只能独自承受这一份寒冷，身上的衣服很单薄，小手也被冻得通红。他忽然意识到这个挑战比想象中困难很多，但他不会轻言放弃，只想证明自己。3个小时后，乔治拿来了一件棉衣，竟然是小孩穿的。老王只能垫在屁股下面，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会了。正好肚子也饿了，他希望节目组能拿来一些好吃的，而乔治却拿来很多的煎饼，还加了更多的糖浆。本以为老王喜欢吃甜的，没想到是他想多了。老王不喜欢甜食，那叉子你总需要吧？老王用冰块叉子吃得很香，吃饱以后身体也有了一些温度。6个小时后，他一直在坐着，冰冷的空气让他不想动弹，大鼻涕流出一波又一波，他也懒得去擦，实在冷得受不了了。他向小助手求助，希望能给他吃一些辣的，平常一点辣都不能吃，在这里竟然吃下了一包辣薯片。令他很不解的是，没有喝水，为什么去厕所的次数很多？12个小时后，老王几乎要冻僵了。值得高兴的是，他已经完成了1半的时间，只要再重新经历一遍就能挑战成功了。医生帮他检查了身体，暂时没有大碍，老王也恢复了信心，他认为自己没有问题。16个小时后，现在是凌晨2点左右，房子里的温度又下降了很多，老王感觉身上更冷了。他用摄像机记录下此刻的心情，希望可以缓解一下痛苦。而乔治睡不着，又来捣乱，砸开了被冰封的大门，房间里的家具也没能逃过一劫。老王只顾着身上很冷，一动不动，懒得搭理他。18个小时后，他依然还是坐着，但是嘴巴却一直喃喃自语。他身上很冷，还很累，但他不敢睡觉，这一闭眼可能就是一辈子。22个小时后，小助手给他拿来了毯子，裹上之后暖和多了，只剩下最后2个小时了。老王坚信一定会撑到最后，而小助手却在门口支起了大浴缸，里面是滚烫的热水。老王浑身发抖地看着热气腾腾的浴缸，眼里满是羡慕。很快只剩下半个小时了，不敢相信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竟然能坚持24个小时，连他自己都佩服自己。小助手通知时间已到，老王不舍得踏出冰块房子，离开了这个糟糕的地方。他挑战成功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在哪个房间挑战呢？这是一间连老鼠都害怕的房子，只要在里面住上1天就能赢到1万美刀。地板上是黏糊糊的胶水，冰箱里的食物也可以拉丝，就连天花板都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被涂满了胶水。这么魔性的房子，小伙能挑战成功吗？猴子看着陌生的房间，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胶水，不但很黏，脚下还很滑，他只能一直移动保持平衡，这要是摔倒了，一身的猴毛可就保不住了。1个小时后，猴子打开冰箱找点吃的，里面的食物也被涂上了胶水，好不容易拿出来1瓶油，再拿出1瓶可乐，手套就被粘坏了，这也太黏了，想喝可乐是不可能了。猴子准备做点饭吃，意外找到了备用的手套，他把食用油打开，只要涂在手上面就能隔离开胶水，双手果然舒服多了。他找到1颗鸡蛋，把它粘在天花板上，下面再放一个平底锅，不用双手也可以开鸡蛋了。虽然看着好玩，但这肯定不能吃，就连桌子上的水果也被洒满了胶水。节目组告诉他，只要玩1次平衡板就能拿到食物，平常很容易完成的动作，在这里竟然这么难做。猴子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站上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先把2只脚放上去，再慢慢站起来，果然成功了。猴子得到了美味的食物，手上沾满了胶水，还是直接上嘴巴。厕所里面也有胶水，只是这纸巾应该怎么用呢？吃饱喝足以后，猴子准备看会书，
贴在墙上正好解放了双手，就连灌篮的时候都不用担心球会找不到。这么黏的墙壁能不能粘住人呢？猴子自娱自乐玩得很开心，他把能扔的东西都粘在了墙上，竟然莫名的很解压。再来一个俯卧撑，把他累得不行，衣服差点没粘掉，实在太累了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在沙发上，但是躺下容易起来难，算了，还是躺着吧。很快一天的时间结束了，这么难的挑战，猴子竟然成功了。封闭的大门打开，猴子激动的哭了，估计他再也不想看到胶水了，还不如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比较好。500斤胶水做成的粘鼠板有多厉害？只要走过去就能赢得10万奖金。挑战的是人类而不是小强，所以粘鼠板一定要做得够大，你可不要小看它。升级后的胶水粘度肯定胜过口香糖。挑战的3位都已准备好，他们穿上防护装备就开始了挑战。第一位尝试的是小丽，小丽很自信，觉得自己130斤的体重可以一试。开始之前还不忘给自己加油打气，然后就跑了过去。看来粘度和体重没什么关系，他越挣扎胶水就越粘，不得已他只能在主持人的帮助下光着脚才走了出去。接着开始第2位，小美觉得如果想要走过去，小碎步一定要蹬起来，这样胶水才不会粘在脚上。她准备好之后就跑了过去。看来是他想多了，刚走出去1厘米就倒在了胶水上，什么玩意这么粘，嘴里还一边感慨着如果现在自己是只老鼠会怎么办。接着轮到小黄了，小黄认为你一定要跳起来，这样才会走得足够远。自信的小黄助跑了一下，大长腿就跳了出去，落地的姿势堪称完美，几乎和胶水融为了一体。尽管他跳得很高，但是强力胶还是把他粘住了，用力过猛还撕坏了防护服。小黄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黏的胶水，让他几乎不能动弹。那他应该怎么出来呢？只听见砰的一声，小黄像只毛毛虫一样破茧成蝶，自己钻了出来。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挑战应该没有人会成功。屏幕前的朋友发挥一下脑力，到底用什么方法才会从里面走出来呢？只有1平方米的房子可以住人吗？谁能在里面住上7天就能赢到10万卢布。房子小的目瞪口呆，但是设施还算齐全，不仅有桌子椅子卫生间，还有一张 I O 型的硬板床。这是出自哪位设计师之手，竟然设计的房里房气的。200斤的乔治几乎卡在了里面，蹲下转身都很困难。如果想上床睡觉，他必须要把自己3折叠起来。本来想要休息的法让他更累了。相对瘦一点的阿伟和老王稍微好一些，虽然四处碰壁，但也能克服一下。只是幽闭的空间让人窒息，他们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等3人安顿好以后，主持人准备了大份的午餐，1大盆沙拉，1大盆泡面，还有1大桶山泉水。这些食物足可以够吃1个星期，饿是饿不着了，只是本就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了。乔治想要倒一些水喝，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差点把他累死。好在方法总比困难多，他终于是喝到水了。1平方米的房子只有1块瓷砖大小，不管是站着、坐着还是躺着，都让人感到拥挤。如果要住在里面，谁能做到呢？晚上10点的时候，他们准备要睡觉了，主持人却抱来一只超大玩具熊，塞进了3人的房子里。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能丢出去。小小的房子里又多了1名不速之客，这让他们非常难受。老王直接把他扔进了厕所里，乔治和阿伟选择放在床边，万一不小心掉床，还能减轻点疼痛。折腾了一天，他们也累了，不管睡得着还是睡不着，都要试着睡一下。IO 型的硬板床也只能蜷缩着双腿躺下，整个夜晚翻来覆去。乔治睡到4点就醒了，他浑身酸痛，越睡越累，非常想念家里柔软的大床，但是那么多的奖金又不舍得放弃，他还想指着这笔钱给自己买辆车呢。说到车，像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，才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5万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阿伟睡到7点钟也醒了，他的双腿已经麻木了，必须下来活动活动。这么小的硬板床根本睡不好，缺少睡眠的老王打不起一点精神。而乔治和阿伟已经起床了，他们决定洗漱一下，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。第2天早上，主持人买了咖啡和早点鼓励他们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，每人1包彩色的气球，他们可以用气筒或者用嘴巴吹，谁先吹完就能赢到奖励。3个人赶紧开始了比赛，用打气筒的速度还是太慢，还是用嘴巴吹更快一些。他们吹的腮帮子酸痛也没有停止，比赛激烈的进行着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老王首先吹完了所有的气球，阿伟和乔治还是慢了一步，只差几秒的时差。他的奖励是1台游戏机，用来打发时间着实不错，可以暂时忘记烦恼。
时间很慢，来到了下午，主持人决定开始新的挑战。他找来3个陌生人放进小房子里，安静的环境一下吵闹起来。他们喧宾夺主，非要占据大床，不管3人同不同意。主持人建议他们和平共处，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和平？乔治的室友索性脱掉了衣服，非要这个时候去洗澡，几乎用光了所有的纸巾。乔治气得脸都绿了，打开房门就要赶他出去，没想到老白也很倔强，完不成任务不能离开，他们也没得办法，只能互不打扰。直到一个的突然出现，乔治再也忍不了了，一脚把他踹了出去。这么小的空间放你还是个人吗？时间过得很慢，又到了晚上，老王很怕室友会留下来过夜，于是和他商量离开的条件。小哥要他拿到奖金以后分他1万卢布，老王想都没想直接同意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阿伟那边也是同样的条件，只有陌生人老白空手而归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熬过了今天晚上就是第3天了，他很想跳舞庆祝一下，来回踢踏的小脚好像在宣示自由，可以伸展的空间简直太棒了。被困的3个人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。又到了睡觉的时间，虽然难受，但也要去睡，不然明天的精神会更差。恍恍惚惚又是一夜，他们垂头丧气，好像有点迷茫。没有人离开，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挑战，每人折1架飞机，谁的飞得最远就能赢到奖励。折纸飞机并不难，他们很快完成了制作。主持人挨个试飞了一下，只有老王的飞得最远。他的奖励是可以出门透透气，但是不能离开房子，所以连房带人一起被抬进了卡车里。老王突然就后悔这个奖励了，这明明是惊吓好吧。卡车围着仓库转了一圈就回来了，老王的心跳久久不能平静。乔治的女友带着狗子前来探视，他好像感受到了家的味道，所以当夜晚再次来临时，他睡得格外安稳。但是在第4天的时候，乔治还是很想家，他意识到可能撑不过其他2人，所以打算放弃。他表示已经尽力了，使劲伸展一下4肢。被束缚的日子太难过了，比赛还剩下2个人，他们同样坚持，谁也不想认输，好像适应了这种蜗居的生活。第5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再次增加难度，把透明的墙壁换成了木板，看不到外面的空间好像缩小了一半，视觉上更加拥挤了。但是他们好像没受到影响，依然还在坚持。第6天的时候，阿伟感觉很热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可能会被热死，但他还不想出去。老王也表示不想离开。主持人很佩服2人的耐力，只是这样比下去可能明天也分不出胜负。这时阿伟提议他们可以达成平局，奖金平分，不知道主持人同不同意。看到他们如此僵持，主持人也只能妥协。这种双赢的局面皆大欢喜，为什么不支持呢？他们坚持了6天已经是奇迹了，很佩服2人的意志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坚持几天呢？女孩租了一间最便宜的房子，里面的家具是纸板做的，食物也是纸板做的，就连室友都有可能是纸板变的。虽然这里很简陋，但是乐观的人走到哪里都是幸福的。小丽用废弃的纸板做了一个沙发，还有2个柔软的抱枕，坐在上面特别的舒服。爱美的女生怎么能少得了梳妆台呢？只见小丽大手一挥，漂亮的梳妆台就出现了。冬梅也想到一个好主意，眨眼的功夫她就做了一个衣柜。大美也不甘示弱，她准备做一盏台灯。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女孩的动手能力。经过他们的收拾，终于看起来像个家了。冬梅准备去洗个热水澡，她坐在纸板浴缸里，打开水管，没想到水的温度正好合适。冬梅兴奋的手舞足蹈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小丽准备画一个美美的妆容，只要在纸板镜子上画个大美女，自己也会跟着变漂亮。另一边的大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她打算做点吃的，煎了一个荷包蛋，再加一片面包，正准备享用时，却被小丽抢先一步。一回头的功夫，草莓也没有了。好吧，看来只能订外卖了。只等了3秒，外卖就送到了。大美开心地接过食物，还不忘感谢一下外卖员，然后和小丽一起分享美食，看他们满足的表情。纸板做的汉堡有这么好吃吗？没有电视看怎么办？冬梅也可以客串一下下，换一个频道。依然难不到聪明的马冬梅。女生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样的纸板房子你想住吗？小伙把新房子改造成了超大鱼缸，不但可以养鱼，还可以住人。建造这么大的水族馆简直是童年的噩梦。黄毛打开了家里所有的水龙头，没有被限制的水流开始肆意的流淌，仅仅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淹没了脚踝。而同居的阿伟却异常兴奋，积攒了1个月的衣服不用洗了，而且洗澡也不需要换水，盆里面泡完，外面还能再投一遍。只是马桶失灵了多少有一点不方便，但他能在房子里划船属实很惊喜。黄毛拿来了很多泡沫条和水气球，他没想到水流的速度这么快，几乎淹没了床的高度，还好提前切断了电源。房子里除了有水没有其他的危险，如果要灌满整座房子可能需要几千升的容量，现在1半的水位也没有达到。黄毛决定砸开主管道开闸放水，湍急的水流一泻到底，水位也在迅速升高，很快就淹没了大腿的位置。住房变鱼缸，这可能是脑回路最离谱的一次。黄毛发现被水泡过的家具开始松动，木质的门板也在脱落，他很担心房子撑不住压力突然倒塌，现在只有加速放水，尽快完成养鱼的梦想。小美把瓶装水倒进房子里，几乎溅不起一点水花。
黄毛借来一根很粗的水管，水流的速度奔腾不息，水位也在快速升高，仅只用了半个小时，就淹没到了胸口的位置。而个子稍矮一点的室友，马上就要喝到水了，这样的容量足可以用来养鱼。黄毛决定添加一些新室友作伴，而真鱼很脆弱，经不起折腾。他考虑再三，只好买了一些机器鱼放在房子里，小鱼欢快的到处乱窜。黄毛穿上潜水服也加入了游戏。这座他熟悉的房子虽然变成了水族馆，但他依然可以正常生活，睡觉、洗手、洗衣服。看似疯狂的行为，实则有点颠。他沉浸在水族馆里遨游玩耍，完全不考虑房子的感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被水泡过的房子还能结实吗？住在世界上最吵的房子里和最安静的房子里，哪个让人更难受？只要在里面坚持1个小时，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一个吵闹的头疼想疯，一个安静的让人窒息。据说正常人在里面不会超过1分钟。挑战者肖恩却想逆天改命一次，他走进世界上最吵的房子里，混响的声音立马将他包围。特殊的墙壁加上设备，把发出的声音再次反射到耳朵里，竟然形成了刺耳的噪音。肖恩的旁边放着2个大音响，他以为只要不发出声音就没有回声了。没想到节目组温柔体贴，会在挑战过程中循环播放轻音乐，但是怎么会这么难听？声音在房间里来回反射，形成了回响乐，加以扭曲变形，音乐变成了噪音。肖恩听得脑瓜子嗡嗡的，就算捂住耳朵也能听见。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试图寻找声音的薄弱点，没想到房子封闭的特别好，走到哪里音量都是一样大。肖恩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这种灌满脑子的回声让人发疯，就像被抽走了灵魂一样。如果再待下去，听力可能会受损。肖恩决定放弃挑战，他的时间是3分钟37秒，看来已经是极限了。吵闹的房子待不住，那世界上最安静的房子呢？这次说什么也要拿到奖金，毕竟女朋友还在电视上看着呢，可不能丢了面子。说到女朋友，屏幕前有没有单身的兄弟？推荐你们一个脱单的好地方，就是左下角的星域，上面都是附近几百米的优质单身美女，长相身材要啥有啥，温柔体贴贤惠能干的多得很。资料照片随便看，还都是真人认证过的。喜欢哪个不用加好友就能聊天，还能语音视频，上线美女们都抢着和你打招呼，热情主动的很。关键都是奔着真心找对象来的，不图车不图房，就图聊得来。想脱单的兄弟赶紧去左下角试试吧。肖恩轻装上阵，继续挑战。这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就算发出再大的声音也会被瞬间吸收。四周全是玻璃纤维海绵蝎子，与世隔绝，悬在半空，所以安静到负分贝，让人窒息。关上沉重的大门，挑战也正式开始。节目组特意关掉了灯光，在黑暗中听力也会更加灵敏。肖恩认为只是安静的坐着也不难吗？虽然周围黑漆漆的，他也没有感到害怕。明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怎么会听见嗡嗡声和跳跃声呢？难道这是大脑发出的声音？10分钟后，身体关节摩擦的声音也能听到，有点诡异，有点瘆人。肖恩觉得还能坚持。20分钟后，他闭上眼睛休息一会，砰砰的心跳声清晰入耳，根本沉不住气。安静黑暗的环境让人恐慌，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身边。肖恩呼吸有点急促。30分钟后，他放松一下关节，继续坚持。脑袋一直有听到嗡嗡的声音，这是机器发出的声音还是幻听？他很怕精神会出现问题。40分钟后，肖恩躺在地上应接一下地气，肚子的咕噜声和长鸣声应接不暇。他好像是饿了，估摸着待了很久了，没有时间提醒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突然他听到开门的声音，1个小时到了，他挑战成功了。习惯了正常的生活，太过安静和吵闹反而让人更难受。这样的房间谁能待得住呢？如果是你，能挑战成功吗？男人在太阳下建造了一间黑色的房子，里面的温度高达50多度，只要进去1秒钟立马大汗淋漓。20个年轻小伙子可以坚持多久呢？谁能最后一个走出来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主持人故意收走了他们的手机，在这样难受的环境下也只能大眼瞪小眼。只过了15分钟，就有人撑不住了，光头赶紧离开了黑房子。他坦言里面比蒸桑拿还要热，如果再蒸下去，头上就要发芽了。1个小时后，又一个小伙放弃了比赛，他浑身上下都已湿透，又闷又热的感觉太难受了，而里面的人还在继续坚持。衣服湿透算什么？小手都被汗水泡发了，就好像是在38度的夏天吃火锅，已经分不清哪里热了。2个小时后，小黑也放弃了比赛。主持人担心他会中暑，让他洗个热水澡再离开，而留下的这些人更难受了。拥挤的房间里又多了一些臭咸鱼，不偏不倚正好挂在中间。这么高的温度，或许会把咸鱼烤熟，只是这味道一点也不好闻，夹杂着汗水味，又升级了一个臭度。很快就有人待不下去了，放弃了比赛。里面和外面简直是2个世界。他待了3个小时已是极限。随后又走出来一个小伙，他小脸热得通红，很怕再待下去明天就要吃席了。主持人测量了每一个人的体温，其中一人竟然高达39度多，但他还不想离开。
主持人只好拿来一根冰棍让他降降温，其他人只能咽下口水，眼巴巴地看着他吃，才发现望梅一点也不解渴。两个人果断离开了房子，放弃了比赛。刚做的发型也被打湿，突然有点后悔参加比赛了。这时又有人钻了出来，进去的时候1.8米，这怎么还缩水了呢？连续淘汰了5个人，这次挑战不仅仅是极限，还让他们体验了一下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感觉。而主持人更坏，把一个火盆放在房子的中间，等比赛结束就有烤鱼吃了。白衣大哥赶紧跑了出来，加上火盆，里面好像变成了人间炼狱。剩下的几人露头观望，趁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后面的小伙不淡定了，他也放弃了比赛。主持人拿进来一个鼓风机，久违的凉风让他们感觉很幸福。随后提来一桶白色的液体，谁愿意被倒在身上呢？尽管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还是有人抢着参与。主持人选择了个矮的小辉，然后从头上浇下，黏糊糊的液体将它包围，竟然有些凉快。小辉感觉很不错，接着把一杯冰水放在中间，谁喝掉它就要穿上冬天的衣服。一群人望着这杯救命水想入非非，特别想喝，又不想穿棉袄。而小辉不管3七21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凉爽的感觉充满全身。还没有开心3秒，主持人就拿来了大棉袄，穿上之后还要戴上帽子，不知道他现在是热还是冷。这时小黄热的受不了了，他提出给他100块就退出，主持人没有同意，摸了摸口袋还有15块钱，不知道小黄要不要。他难受的想了又想，苍蝇也是肉啊，然后不甘的走了出去，甚至不想搭理主持人。小白也撑到了极限，看到其他人非常淡定，他直接放弃了。能坚持下来的绝对不是一般人，他一点也不后悔，毕竟自己努力过。比赛还剩下5个人，主持人给他们每人1根树枝，用来抽打对方，力度随意施展。刚开始还很和谐，但是打着打着，长毛突然使出了全力，旁边的男生也不惯着他，反过来还击，那后背都被打红了。小辉穿着棉袄毫无感觉，但他还是主动放弃了比赛。主持人很好奇，穿了那么久的大棉袄身上会起痱子吗？里面还剩下4个人，主持人用保鲜膜把4人紧紧包在一起，温度很高而且还不透气，缠缠绵绵10分钟，终于有人受不了了，离开了热气腾腾的小房子。接着另一个男生也要放弃比赛，坚持了那么久也没有赢，这也太难了。随后剩下的2个人冲出屏障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但还是小黑赢了，一切努力没有白费，恭喜他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坚持多久呢？